中国民企砸了12亿英镑，帮英国救活了3000多人的饭碗。结果英国政府一看病治好了，转头就翻脸。本以为占了大便宜，结果报应来得太快。英国政府刚接手，每天一睁眼就要倒贴130万英镑。大家好，我是小兰。那就在7月16号，英国的钢铁工业法案正式生效了。这就意味着原本属于中国民营企业的英国钢铁公司正式被英国政府收归国有。那紧接着第二天，咱们商务部表达了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直言英方是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实施国有化，公然抢夺，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的投资信心。那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国家搞这个国有化不是很正常的操作吗？各位，你看完英国人这套操作的过程你就会明白什么叫真正的披着法律外衣的土匪。2025年4月12号星期六，本来英国议员们都在开开心心的休假呢，结果呢，英国议会突然发了一道催命符，把所有的议员紧急召回伦敦。他们急吼吼的跑回来，不为别的，就为了在短短6个半小时内通过一部临时法案，强行剥夺了中国兴业集团对英国钢铁公司的控制权。那当时呢，英国贸易大臣雷诺兹还说句大实话，他说允许钢铁行业落入中国人之手过于天真。好家伙，当初求着中国企业出钱救命的时候，你们怎么不嫌落入中国人之手了？现在这企业被中国老板救活了，设备也升级了，开始重新赚钱了，你们现在一转脸说自己当初天真了，这哪是现代法治国家呀，这分明就是现代版的农夫与蛇呀。那要看清楚英国到底有多无耻咱们就得看看5年多以前他们是怎么跪求中国企业来当接盘侠的。2019年那会儿当时呢，拥有160多年历史的英国钢铁公司，因为这个经营不善彻底宣告破产了。这家企业巅峰时期年产钢超过上千万吨但是到了2019年，已经成了一个谁碰谁倒霉的无底洞。英国政府当时在全世界四处跪求买家欧洲的老板们看了一眼，摇摇头走了。美国的大佬们算了一笔账，吓得连夜买票跑了。连最喜欢捡便宜的印度人过去瞅了一眼，也嫌弃的走了。那就在英国钢铁公司马上就要被清算，几千名英国工人马上就要下岗喝西北风的绝望时刻，是中国的一家民营企业敬业集团挺身而出，当了救世主。2020年敬业集团以大约5300万到7000万英镑的价格正式收购了这家破产的企业，接下了斯肯索普钢铁厂等一堆烂摊子那当时呢，敬业集团跟英国政府白纸黑字承诺3件事。第一就是要保住3200多个英国工人的直接就业岗位。这第二呢，保住上下游产业链约2万多个英国人的饭碗。还有这第三未来10年由中国企业真金白银投资12亿英镑，帮英国人升级老旧设备，提高效率，改善环保。那当时呢，英国的媒体和政客是怎么吹的？他们把这场收购叫做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黄金成果，把中国老板当成大恩人一样供着而敬业集团过去这5年那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说到做到。5年间，中国企业累计往里面砸了超过12亿英镑，老旧的高炉升级了，环保标准达标了，英国工人的工资一天没少发，英国政府的税款一分没少交。那在连续亏损多年后，英国钢铁公司竟然奇迹般的活了过来，重新开始赚钱了然而呢，随着这个欧洲能源危机的爆发，英国的电费和气费翻着跟着往上涨。英国政府还推出了极其苛刻的碳税和排放指标。那敬业集团作为一家商业公司自然得算账中国老板提出，为了长远的活下去咱们得把污染严重、成本高昂的旧高炉关掉，转型成更环保的电葫芦。这需要英国政府按照之前的约定，给予10亿英镑的环保补贴。结果呢，英国政府一听要自己掏钱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只肯出5亿。这双方正谈着呢，英国政府一看中国老板打算按商业规则关停部分高炉，他们瞬间就把桌子给掀了。于是呢，就上演了咱们开头说的那幕动用特权，花了6个半小时，直接把中国老板花巨资养肥的奶牛给明抢了过去。那如果说强行收归国有已经让西方标榜的什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成了一句笑话，
那接下来英国政府关于赔偿金的表态，更是直接刷新了人类无耻的新下限啊！中国兴业集团被抢了企业之后，那自然要依法索要补偿啊！人家过去5年砸进去的投资成本、设备升级、运营投入，加在一起清清楚楚，要求至少10亿英镑的合理补偿。这个要求啊，放在全世界任何一个讲法律的地方，那都是天经地义的吧？结果呢，英国政府的出价是多少？他们只肯出不到1亿英镑，差了整整10倍啊！中国老板当然不干了。结果呢，英国商业和贸易部啊，直接撕下了所有的绅士面具，说出了一句堪称2020年度最无赖、最不要脸的官方表态。他们竟然对着媒体堂而皇之的说，关于对中国企业的赔偿金额，我们将独立确定，若有才需支付。哎，大伙儿听听啊，这叫人话吗？什么叫若有才需支付？你征收人家的资产已经是既成事实了，给补偿是基本的国际法定义务。你现在抢了人家的东西，哎，一转身拍拍屁股说，至于给不给钱、赔多少，那得看老子的心情。心情好呢，就给你仨瓜俩枣的；心情不好，那就是没有。这叫哪门子的法治啊？这叫哪门子的契约精神啊？这不就是纯纯的现代海盗吗？那面对这种无赖，中国民企兴业集团这一次也表现了极其硬气啊。就在7月13号，兴业集团公开发表了一份字字千钧的声明，原话直接顶了回去。兴业获得全面补偿是法律明确赋予投资者的基本权利，绝非所谓若有才需支付的或有事项，我们必将悉数追偿，分毫不让。看到没有？这就叫底气。你想玩黑的，咱们就法庭上见，穷尽一切法律手段啊，也得把这层英国的虚伪面具啊给彻底扯下来。然而呢，英国的这帮政客们千算万算啊，没算到一件事，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现世报叫烂泥扶不上墙。英国政府以为自己用6个半小时抢回去的是一个跪下金蛋的母鸡，只要抢到手里面就能稳赚不赔啦。可是结果呢，英国政府刚刚接手不到1年，英国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最新硬核数据就被打脸了。那根据英国官方自己公布的数据啊，从2025年4月临时接管到2026年的1月，在这短短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啊，英国政府为了维持斯肯索普钢厂的日常运营，居然从国库里疯狂掏出3.77亿英镑。咱们做个简单的数学题啊，3.77亿英镑平摊到每一天，那就意味着英国政府现在每天一睁眼什么都没干，就要往这个钢厂里倒贴整整130万英镑的纳税人血汗钱啊！而且呢，根据最新的预测啊，到2026年的6月底，英国政府往里面贴的钱啊，已经彻底突破了6亿英镑。这是一个没有预算上限、没有还款时间表的超级无底洞啊！大伙儿不觉得这极其讽刺、极其搞笑吗？中国老板在的时候，整个英国钢铁公司是能自负盈亏，甚至能重新赚钱的呀。不仅呢不用英国政府贴1分钱啊，还给英国发工资啊、交税。结果呢，英国的聪明政客们用高大上的国家安全名义把这企业抢了回去。仅仅用了半年多啊，同样的工人、同样的设备，干着同样的活儿，在英国政府的手里直接退化成了每天吞噬130万英镑的基金黑洞啊！这就是英国现在的真正实力啊！干啥啥不行，败家第1名。他们抢走了一个钢厂，本来以为呢占了大便宜啊，结果呢硬生生把自己变成了全国际商业界最大的冤大头和国际笑话。这哪是保护国家利益啊？这分明是拿英国纳税人的钱来为政客的无能和无耻买单。各位，英国的这帮无赖政客今天呢看似靠着公权力爽了一把，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一刀其实是捅在了英国的大动脉上。中国商务部和兴业集团发表强硬声明之后现在呢连英国本土的媒体和法律界都开始集体抓狂，疯狂算账了。因为兴业集团可不是说说而已人家已经在国际投资仲裁庭上正式铺开了诉讼。那根据国际投资保护协定，英国政府这种没有任何证据，以政治目的强征外资资产且不给合理补偿的行为，在国际仲裁庭上胜算几乎为0。英媒现在悲观的预测一旦国际投资仲裁尘埃落定，英国政府可能要面临远超10亿英镑的天价罚单和巨额赔偿。到时候不仅抢回去的钢厂是个每天亏130万的赔钱货，国库还得被中国企业依法掏走10几亿的罚款。
更致命的是英国这几百年赖以生存的根基投资信誉，在今年的这个夏天彻底被他们自己亲手给砸了个稀烂。世界上其他的跨国企业外资财团看到今天中国金业集团的遭遇，谁心里不直打鼓呀？谁还敢把真金白银投到英国这里啊？你抢了一座钢厂，失去的是整个国家的商业信用和未来的外资引进。这笔账英国的政客算不过来，但冰冷的资本市场算得清清楚楚。那一边呢是前首相在国际上吹嘘中英合作的黄金成果，那一边呢是县政府在家里面搞吃相难看的合法抢劫。这种精神分裂的背后暴露出的是一个曾经的老牌帝国主义在面临经济衰退、工业没落时那种毫无底线、歇斯底里的末路狂奔。就像敬业集团声明结尾说的那句法理昭昭，公道自在人心。在这个现代文明的世界上，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英国今天靠着强盗逻辑吃进去的12亿英镑，在不久的将来在国际法律和经济规律的制裁下，注定要连本带利、极其狼狈的一口不少的全给吐出来。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那对于这场英国政府6个半小时明抢中国民企，结果自己每天倒贴130万的狗血大戏，你们怎么看呢？我是小兰，咱们下期再见。